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尼。今天 IDS 工业制造云呢，将带大家来到花莲第一家的电子工厂。那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数位转型的成果吧。进来了。康副总好，我是 IDS 工业制造云的维尼。你好， Hello 欢迎来到台湾花东地区唯一一家的电子零件工厂。哇，第一电阻。哇，对。那这个是新厂房吗？因为看起来好漂亮哦。是这个新厂在2024年盖好搬进来，所以现在是花东地区唯一的一家电子厂哦。哇，第一家吗？对，平常是不对外开放的。哇，那今天很难得有机会，就是可以请副总再带我们来参观这是你们漂亮的厂房。好，没问题。好，跟着我走。好，走。维尼，我帮你介绍一下，在外面你很少看得到的我们的专业的妹夫圆柱形的这种贴片电阻。我们一开始是从陶瓷棒开始做生产，上面会镀一层导电膜。那这个导电膜会跟我们的金属棒、金属的帽子做的电极组合在一起之后，再经由切割机去把它切到我们成品需要的组织。这是我们的绕线式。那可以看得到，我们每一个工作车间都会有一个温湿度的感应器，它可以侦测到这个空间的温湿度。然后，因为我们的产品是高精密度的，所以整个工作环境的温湿度的控制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有关于机联网的部分，每一个机台我们都有装感测器，然后呢可以把这个灯号或者是机台的运作状况，透过网络连线送回去我们的中控中心做资料的储存跟统计。它异常的辨别标准是什么？比如说特别耗电的，或者是如果说有些时候是因为它现在正在停机换料，像现在已经停机了，所以它就会转成红色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料已经做完了，所以它必须要换下一包料去做。所以停机时间的长短也可以作为我们判断说这台机台它的稼动率的高低的依据。维尼，这边是我们的办公室兼中控中心，请坐，我帮你介绍一下。好。当初我们在规划这一个新的工厂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所谓的智慧厂务系统也规划进去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大概分了4个部分去做规划。第一个就是安保的部分，再来就是管理。那还有维运的部分，以及系统整合的部分。中控中心里面，我们的厂务或者是我们的厂长，工厂里面的主管，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很大的一个中控萤幕里面看到工厂所有的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车道的部分呢，有什么人进来，有什么车子进来，这些车子有没有经过管理，有没有预先做过登记。那是不是有不明的车或者是人跑进来工厂里面？那这些从这个监控系统里面就可以一目了然。我们这边借由这个中控萤幕，也可以看到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能源管理的部分。在屋顶里面，我们总共铺设了499块的太阳能板。总发电量的话，预计每年大概可以发电35万度，这么多。那我们采取的方式是自发自用，假日的时候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余电卖回去给台电。那所以这些有关于太阳能的发电量啦，也都可以显示在这个面板上面。当然，所有的电力在这间工厂里面，我们还有所有的工作车间，每一个工作车间都有独立的智慧电表。那这些电表都会把他们的发电量、耗电量，把它数据传输回来，中控中心里面。那这里面就很容易就可以借由后台的程式来做分析统计，然后去预估每个月的合理的用电量是多少。那就可以做电费的一些统计跟管理。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像刚刚进出那个门禁那一块啊，因为我发现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没有警卫，对，或是警卫室的，对。那我们进来的时候该怎么办？就是您刚好提到嘛，我们是用人脸辨识的方式，就是让就是如果有外人进来的时候，这边厂房可以一下就马上知道，装货中心可以马上知道。对，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是智慧的监控系统，包含了对讲的部分，是，所以如果是传统的部分的话，可能是必须要设一个警卫室，然后要聘请警卫在那边做访客的登记啦，对，然后车辆可能要放行啊，所以还要按个按钮让闸门能够升降啦。那现在不用，因为我们有智慧的监控系统，是，所以预先登录好车号的这些车子，只要经过车牌辨识系统，一旦认可，就会自动升降，让车子进出。人员也是一样。我们有人脸辨识系统，是，所以只要看到不认识的人，就一定要透过对讲系统，就像门铃一样，是，按了门铃之后，由里面的人透过监视器看到来访的人是谁，访客的话就请他们进来做登记，这个就是现在有一些科技工具可以多加利用的一个便利性的部分，是。副总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刚刚从工厂外面进来的时候啊，我们发现虽然我们人可以进来啦，但是我发现很多员工他们也有骑车的啦，或者是开车的啦。开车的好像很方便，就直接是车牌辨识是可以进来的。那骑车的怎么办？因为它的机车的车牌并不在前面。好，这个我来跟你说明一下。我们其实除了针对汽车来讲的话，我们前面有设一个镜头，所以可以照到汽车的前面的车牌。那摩托车的车牌通常是在后面，所以我们在后面也加装了一个辨识用的监视器，可以从后面辨识机车的车牌。那这里面有一点就是我们这边才发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工厂的外劳其实只能够骑电动机车，那轻型的电动机车目前是没有车牌的，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我们自己工厂的车牌。让这些外籍劳工可以贴在他们自己的电动机车的后面的牌照的地方。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只要设定好，一样外劳这边也可以经由这个系统自由的进出。另外，我们的系统也会显示整个厂区的温湿度。当初在规划设计的时候，有一些重点部分，我们设计了有热显像的摄影镜头。有24小时可以去监控，一些重要的测试设备是不是温度过高，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一旦发现温度过高的时候，就会透过网络推播，然后直接推播到每一个主管的手机上面去，或者是我们这个中控平台上面的告警讯息。你可以看得到，可以，这个就是热成像的摄影镜头。那这个摄影镜头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实验室里面有很多烤箱，或者是温湿度的一些chamber。那这些正在做实验的，它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一直在做这个测试。那这个测试的部分的话，如果万一有哪一个烤箱有故障的时候，温度过高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很容易的可以看得出来。对啊。热成像的好处就是它是利用颜色，所以你一看就可以知道说它的温度大概是多少，是不是已经超出了我们规定的限制？那它变成说它必须要24小时有人监看吗？还是说它一样是，比如说它可以设定参数值，比如说哪个热度到一定的数值以后，它会 alert 之类的？对，这就是自动化、智慧化跟数位转型的重点。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做了这个感测器，结果我还要24小时有人盯着它，那就不是这么好用了。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很容易可以经由一个自动监控的程式，只要设定好，如果我的烤箱侦测到温度超过90度以上，那这个烤箱可能快要烧坏了，它可能是因为温度感测器有什么问题，所以造成它一直在加热，没办法cool down下来。这个时候系统自动就会因为设定的温度已经超过了限制，所以它就会推播告警，然后送到每一个工程师的手上或者是主管手上，那他们就会尽快的跑过来处理。
那关于这一块，我顺便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听到只要一有告警，就会传到这些人员的手上，他们有没有很不习惯？想说，以前都不会收到这些通知的，现在收到这么多通知。目前这一套系统的话，我们是针对特定的主管，那他有特定的权限，才会把这些重要的讯息推播给他们知道。那其实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被通知。那这个部分的话，有事情代表已经很严重了。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那所以太好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说一直频繁的收到这些异常的讯息。我们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制程，像切割部门，它会产生一些眼睛看不到的一些细小的粉尘。那当我们的集成器如果发生故障的时候呢，难免会对我们的员工的健康会产生一些影响。对，因此我们在这个切割室里面就会装了一些 PM2.5 的感测器。如果浓度高到某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会自动告警，提醒我们的场务人员尽快去维修。那副总，我这边好奇请教一下，就是您刚刚带我们看的这些 dashboard 上面的一些资讯啊，有没有什么功能是你觉得比较特别，或是你比较印象深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要讲的话，我可以讲很多，但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电子微粒的部分。因为我们的电阻本身有涂绝缘漆，那绝缘漆会有溶剂，那这些溶剂它是易燃物，所以我们其实在工厂的外面有一个独立的存放空间。那这个空间的部分，我们就有设置电子微粒。那可以看得出来，电子微粒我们把这个空间画出来之后，如果有不明的人物进出的话，就会告警。那结合人脸辨识系统，也只有被允许过的人才能够接近这一个区域，经过特许的人才能够去进入这个空间。副总，我想好奇请教一下，就是对于第一电阻啊，我们现在做数位转型，你有没有什么期待跟期许，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呢？之前我有跟你提过，第一电阻已经是一个55年的悠久历史的电子工厂，所以在这边我跟老板这边的最大的一个愿景，就是希望整个工厂能够做数位转型，能够让它能够现代化，然后让整个工厂的效率能够提升。我们自从导入这个系统之后，员工的进出、出缺勤、上下班都是用刷人脸的方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在很多大企业其实是已经司空见惯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来讲，我们从以前必须要用打卡钟排队打纸卡，那我们的小姐在整理这些出缺勤的时候，算加班费的时候，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那现在不用，现在只要在电脑前面，直接从后台把数据捞出来整理，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原本是需要多久的时间？原本我们每个月，我们小姐大概都要花到2-3天的时间去核对啊、整理啊。哇！所以这个进步是很大、很明显的。那员工这边所能够获得的好处，第一个，它非常的准确，不容易出错。因为以前是人工在那边核对，在那边看纸卡上面的资料嘛，那难免都会有一些错误。那现在全部都是靠刷人脸进出，那这些资料全部都是由电脑这边记录在后台里面的数据库，所以就不会有出错的问题，薪水就不会算错了。哇！这样同时如果发现什么问题，想要回去翻找的时候，也直接在系统里面找就可以了，不用在那边翻那个纸本。没错，这就是电脑化很方便的一个特点。我想维尼，你这边也知道，就是政府现在在推动工业4.0有关于机联网智慧制造的部分。对。那这部分的话，我们这边也借由系统整合，把我们所有的生产设备的生产状况，还有数据，通通都汇集到中控中心，然后在后台我们就可以利用程智科技替我们客制化的智慧厂区应用方案来做统计跟分析，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生产的状况、机台的稼动率，这些数据我们透过 AI 来分析、整理，然后做一些统计，
就可以让我们台北这边的决策高层能够做出正确的一些决策。那这部分经由我们这一个系统整合之后，在后台里面可以看到产线机台的实际状况，我们的机台利用率平均统计大概增加了2成。那我们的产能却有大幅的增加，将近到5成的进步，所以这部分就会让我们的生产更有效率，产能增加，然后呢成本就会更低，让我们在市场的竞争力更大。是，谢谢康副总，今天非常热情的邀请我们到厂区里面去参观。那看到以后，很多平常我们其实看不太到的比较细部的制程的内容。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不客气。那我们知道呢，数位转型其实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的一个趋势了。那同时也慢慢成为制造业要升级的一个基本门槛。那以目前的国际形势来说呢，怎么样透过数位转型来提高小到像是从门禁啊，或是文件数位化这类的营运管理面，大到像是智慧制造啊，或者是永续制程这样子的相关的项目哦，其实呢，我相信都是对业主来说都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经营课题。所以相信大家今天看完这一集呢，应该觉得有不少的收获吧。那别忘了持续锁定我们 IDS 工业制造营的频道哦，我会持续报道，还有分享更多的精彩案例。那对于今天影片的内容呢，有任何的问题还有建议，都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我们会请专家来回复您哦。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啦，我是维尼，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拜拜。